欢迎来到不上班 Out of Office， 我是倩，2所美国藤校毕业，曾经的企业高管，如今再也不上班。我是 Ella， 欧洲音乐名校毕业，自由的青年钢琴家，从来不上班。我们是2位成长足迹遍及世界4大洲的现代女性，在不上班这个播客中，我们期待和你探讨一切上班以外的世界。不上班，在充盈的精神世界里创造，在丰富的情感世界里热爱，在尽量健康的心理世界里生活。大家好，欢迎回来不上班 Out of Office， 我是 Ella， 我是倩，今天是我们的第15集咯。这一期的主题很简单，叫做 Ask Me Anything AMA， 随便问我什么，有问必答。所以最后的这一集到底怎么定标题，可能要等到我们聊完之后才知道。是很 juicy 的 question，很难的问题，很难的问题。也希望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尝试回答这些问题，在评论区与我们相见。今天而且我们换了新的话筒牌子就不说了，因为是我自己掏钱买的，希望效果还不错。OK， 那我们就开始吧。Ella， 你目前生活有哪些欲求啊？我想有更多的时间，就是去海滩上走一走啊，更多的时间去旅游。我现在目前是非常需要这样子的一个因为我们不是说不上班嘛，就是需要就是有一个这个生活的平衡。但是我觉得我目前因为可能自己的工作比较忙，休闲的这个需求就是搁浅了一下。虽然我们俩都是不上班自由职业，但是你总是有一个大的项目在努力进展当中。 Ella 是6月份有一个独奏我是正在写书而且说实话，我知道这个大的项目结束之后还会有下一个项目，还会有下一个项目，所以其实这个所谓的不上班我们很忙哈。真的要挤时间去做这些事情。对，而且平时我们什么时候见过面？除了真的不够多。对啊Ella 一直说等演奏会结束之后要跟我一起去海滩什么，但是我们其实也知道这些事情如果你不去刻意的去花时间排出来的话是不可能发生的。你永远会被下一个这个重要的项目给overwhelm。 对还有什么吗？多花时间做点饭，就是在家里面做 home cooking，买了很多那个食谱书，然后各个就是还有很多国家的各种料，这些都放着过期了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在家里面做饭是一个生活保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我觉得我在做饭的这个上面投入的不够多，让我会觉得生活的质量就是有点在下降。因为你做饭只给偷狗吃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对，有的时候你开完一次火你就不想再做第二次是。对，我能不能凡尔赛一下你刚才说的这些我好像都有做到是吗？海滩呢，做饭呢，你还说到些什么呀？旅行我倒是确实也差那么一些，主要是因为在里斯本我们的日常就是别人的度假嘛。对其实一定程度上觉得不愿意走开，不想走开。对，我上个星期去了，因为我家里人过来了，然后上个星期去了一个海滩的，就是在里斯本 beach bar， 对，一个 beach bar， 然后当时我就觉得我们就去了，就做了一个上午，我就觉得太美了，而且从那个餐厅看出去就跟那个就像泰国或者 Maldives 是一样的。对，然后当时那个我们的家人就说，他说这个就不敢相信，就是在你家20分钟以外，15分钟对，开车就从你家这儿特别快，风景非常好，浪也很好但是唯一就是水比较冷。很多人是常年不下水，但是我是大概有半年时间可以下水。对你，我觉得比较耐寒。对你很耐寒。对，大家可以就是人生计划的时候可以这么计划，先去一个苦一点的地方熬一熬，然后再去一个好一点的地方享享福。对我来说，从波士顿过来，我真的觉得这边的天气非常好。我想说说我的这些生活欲求，其实我想聊的是我现在已经拥有的，也是作为一种这个 count my blessing 感恩嘛，对吧？我现在有哪些生活当中的 essential 的 needs 必须的。首先就是时间相对自由我们没有绝对自由。比如说我有的时候也要做一些咨询的这个电话呀，包括我们做播客呀，包括写作等等这是相对来说比较自由早上可以多吃一会儿早饭呀，中午可以抽出时间来做午饭等等自然像你刚才说的，包括我们很喜欢去山里面很喜欢去村子里面等等好的亲密关系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人生的欲求就是不仅是跟你的伴侣，还有跟你的朋友跟你的家人
然后再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或者多件有意义的事情，这个对我来说也很重要。你只享福也不行。现在就是写作、播客啊，这些对我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狗很重要啊，可能也算是亲密关系一部分吧。吃得好，你刚才说的哈，在家多做饭，吃得健康。active 就是运动，生活方式上比较的 active。接下去一个挺好玩的，因为我刚刚说到这个话筒哈，我们的麦克风，我想接下去想说，我其实还有一些欲求。我们的这个生活方式其实挺原始的，对不对？但是还是需要有好的技术产品可以跟世界保持连接。对，对，因为特别是我们做播客，这些对需要那个就是在手机上去剪片的这个需求量是很大的，非常大。此处感觉应该有广告，但是没有。赞助商还是没有出现，对啊，宇宙啊，赶紧吧。然后以上这些欲求呢，就是我刚才也提到的，是我现在已经有的，并且很珍惜的东西啊。听上去其实也是比较正常的，对不对？也没有很凡尔赛吧？没有，完全没有。我觉得，对啊，那个又没有说你要天天吃鱼子酱啊什么的。哎，其实我们经常会去超市买一条鱼。我跟大家说一件很搞笑的事情，就是所有的这个我会说的语言当中哈，其实也没有几种，但是。我知道的这个鱼的种类的名字最多的是葡语哦，真的吗？中文我都不知道这么多鱼的名字，英文更加是。对，所以这都是来了葡萄牙以后去这个超市，我特别喜欢去看鱼市，就觉得是一种很幸福的这个感觉。这鱼都是眼睛都是透亮的一条这个2个人能吃1顿饭的这个比较大的鱼，大概就是在5到6欧左右，非常的便宜。今天我们中午做的是意面跟那个 broccoli，还有那个这边的肉店里面自己包的香肠。西兰花是1欧7一大包，新鲜的，而且蔡阿姨还帮我全把头给。蔡阿姨是谁？蔡阿姨，因为他是我们家以前的那个。那肉叔叔呢？肉叔叔，对，肉叔叔那个自己包的香肠，粉粉的那种，对吧？粉粉的2欧。对，所以就是能够吃得很好，而且吃很饱，所以我觉得在这边的这个produce 真的是高档又便宜。对，对，你就想几欧就能够吃一个午餐，而且还吃得非常的好。对，那说完了这个正常的欲求哈，就是咱们这些都是比较健康的欲求，有没有哪些奢求？你生活当中有没有什么放纵的东西 ？indulgence 奢求？旅行可能我想住很好的酒店哈，就这个，因为带着狗嘛，就我想住最好的酒店。狗呢，王子。对，然后现在其实有一个奢求，就是延伸在那个时间上面的。我其实现在真的是很想花1年的时间，就是好好练琴。就是不上课。可能上的很少，然后奇迹般的就是有这么多时间或者这么多的这个闲心，让我就是在这个就那种读圣贤书的那种感觉。我完全理解。对，然后我就可能就跟你看10本书一样，就没有人来打扰你。但是我估计你不接活也不行，因为别人就不再找你了。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也是一个奢求吧。就是如果我在想能够花1年的时间把我想学的好几首大的曲子都学了的话，我觉得会很有成就感。有没有什么其他想学的技能啊、运动呀？哎呀，很多很多。对，就比如说我想跟你去打网球，我又想就是学跑步啊，就是想把那个自己的耐力再练好一点。这些都是很花时间。想学跳舞，这些时间在哪儿？真的。对，虽然那个自由职业，但是其实就是那天我跟另外一个自由职业女士聊到，她就说这个自由职业的这个 discipline 要求太高了。对，我也非常同意。就是什么时候真的能够有一大段的时间，不是说以天为计哈，可能是几周以月为计算，能够完全属于自己，没有任何的这个世俗的压力啊。完全可以 say no to all the invites 就完完整整的这段时间给自己用来获得输入，就不断的去摄取养分，不断的去阅读，不断的去累积生活的这个体验。这个我觉得是最大的一个奢侈品了哈。目前我们其实都还没有做到。另外一些比较实际的，我这2天在想生活当中的一些奢求，就是其实不是那么需要的。一个是车，我们因为经常去自然哈，我们就想要有这样一个比较好的vehicle，真的是这个 vehicle for this kind of fun，就是这种承载这种体验
其实说实话，买这个4万多欧元的车子是没有必要的，但是这算是一个小小的这个放纵吧，因为每一次去开去做的时候，都还是有一种很好的体验啊。所以其实我从小到大是不太会享受的人啊。我第一次买车的时候，是我父母劝我说：“你想得开一些。”到目前为止，我依然觉得这个买一辆这个超过于基本要求的车是一种奢求。其次就是你也说到网球嘛，就我有这么多年之后，再一次把这个网球给捡起来了。在里斯本呢，我现在离家住的离这个网球俱乐部很近，9分钟的车程。我每周去1节私教课，一个月的话是145欧元，1对1。所以每节课相当于是40几欧吧。是40几欧吗？30几欧，对，30几欧啊。所以这样子的情况，其实对我来说，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奢侈的因为现在没有赚很多的钱。之前大家这一集也可以听到但是还是觉得需要为自己争取一些这样子的心态的放松，人生的改变，包括稍稍的去想一下放纵一下哈。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你去我家220平的大房子是一个绝对的放纵，就是两个人一条狗一只猫根本也不需要这么大的空间。对，但是我们因为两个人都是在家工作，并且对我的 partner 来说，他很需要美，他需要生活当中充满美的东西我有一条灰色的这个 blanket， 就是盖毯，他觉得太丑，他一直要帮我藏起来。我说为什么？他说 It gives me eye cancer， 就是眼癌，那个看了以后会得眼癌我就觉得居然有人可以对这个视觉上的这些刺激 stimuli 反应这么强烈。对，因为很多人艺术家嘛，对，需要有 curated house， 对 curated home。我是第一次住上一个 curated home所以其实这对我来说也是生活质量的一个很大的提升，但是它不是一个必须。所以以上是我的一些奢求和放纵。那我们接下去聊聊感情。倩，我问你哈，亲密关系当中最大的3个好处和最大的一个坏处是什么？本来我想说3个好处3个坏处，但是你知道吗？有一个研究就是说一对伴侣怎样会更容易成功呢？就他们更容易走到一起去，就是他们的积极的互动。positive interactions 比消极的互动要好几倍，说明他们很有可能会一直走下去。所以我把这道题改成了3个好处1个坏处。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有了我现在这个伴侣 K 之后，我的很多体验，包括生活的这些经历都能够有一个拓展。一个人的时候可能做不到的一些事情，两个人在一起可以比较轻松的做到，或者说互相鼓劲我可能就有了胆子，或者说有了这样的帮手，可以一起去完成。这个我认为是一个expansion of experiences and reach。我举个例子冲浪是一件真的很麻烦的事情。冲浪板很大我要开车，我要绑在这个车顶上。其次呢，你找到这个海滩之后呢，把这个板卸下来先看看浪怎么样，然后浪不好再要去换一个地方，再去卸板，然后再换衣服，再下水，再怎么样。真的是一个人我觉得根本做不到，2个人都勉强可能形成习惯会好一些，但是我真的觉得像这样子的事情，包括我们去采蘑菇呀，包括我们去这个徒步带着狗狗，我们的狗狗都是挺大的我们2人都是大狗一个人真的搞不定。对，所以你当有2个人的时候，这些事情我们可以一拍即合，就能够做得成。然后呢做好吃的，我刚才还跟你抱怨了，因为昨天我的 partner 不在，他那个外出出差我就吃的不好因为一个人你就没有做饭的动力对吧？2个人的时候一会儿我做一会儿他做就比较的幸福在这一点上。包括我们能够住到很好的房子，也是因为2个人分担，所以有一个这样的 partner in crime， 英语里面就是犯罪伙伴确实能够扩展我的生活能够触及的地方，我的体验能够到达的地方，更别说他的这个艺术文化圈的社交和这个朋友和他们这些朋友所给我带来的视野因为他是一个外向。对好，这才是第一个，不好意思说的有点长那你也来说一个。我觉得跟你有的很相似。我觉得2个人就是在亲密关系有2个人在一起的这个好处，就是可以互相是一个 partnership，然后是一个伴儿。对，就是做很多事情是有人商量。包括就是我的一些单身养狗的朋友会羡慕我有
有伴侣跟我一起分担遛狗，对，然后比如说有遇到一些什么事情，伴侣可以给我送什么东西，你会觉得有人在互相关心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吧。还有一个非常重要就是生病，有人给你端热。去过医院了。哦，对，都忘了手指受伤。对，有人给你那个端水，然后有人给你就是问你想吃什么呀。对，我觉得在这个服务上面，就像两个人经营一个小团体一样的感觉。是，你是艺术家，我的 partner 是艺术家，但大家其实这个恋爱关系、情感关系还是比较现实实用的。对，我最近看了一本书，亲密关系太浪漫化，其实是很不稳定的一个因素，导致很多的这个 break up。不能说我把这个浪漫关系，你看这里有个浪漫关系，我把它拿过来就完了，没有的，就是你要去经营它，要去浇水，要去那个给它阳光，才能够施肥，对，施肥，它才能够。第二个我再说说，这个可能比较形而上哈，就是我觉得其实我的 partner 跟我是有些地方非常非常相反的，包括我们的成长他是一个非常自由的，从小可以去户外玩父母也不会关注他学些什么，之后的工作经历更加是完全是自由浪漫的哈。但对我来说，这一种同时是一种吸引，也会让我觉得怎么他开会都没有结束时间，或者说他打电话过来都没想好要说什么。So me 这个其实反射出来的是我的一种缺失，就是我从小都没有这种我可以浪费时间，或者说我可以没有目的性的去过一分一秒但是他就是从小这样来的，于是呢他就能做或者说发现很多美丽的风景。所以其实我刚才说的很多这个生活场景和体验的扩展，都是因为他的这些漫无目的的这个 meandering 找到的。他在疫情期间就开着一辆车到处跑发现了这个村、那个海滩、这个悬崖、这个森林我现在才能有这个福气可以跟他一起去这样的地方。我是从来没有开一辆车出去就是不开导航。你有没有试过就是漫无目的上一辆车，然后我上了一辆小黄车，小黄车是里斯本非常著名的旅游用的车哈。我上了那辆车也是没有这个时间压力，也没有一定要去的地方。但是我一看手机，我说赶紧下车，这一站然后拉着我的朋友赶紧从座位上挤到后门准备下车。挤的过程当中，这样用身体挤，因为很堵很挤另外一个乘客他就突然说。他说你急什么呢？对，你跟我说过，对。然后当时我就点醒了，我就一下子这个脑门都亮了。我也不知道我急什么呀。对，我人都到里斯本了，都坐的是这个旅游用的小黄车也不用去哪儿，也不用赶时间居然还可以这么的着急。对，所以我刚才说真的是我从来不会不开导航开车的。永远是有一个目的地，永远是在走最快的到达目的地的这个路线。他的这种精神自由教会我，其实让我看到我的一种缺失，让我反射出一些我的需求。你呢？再说一个优点。想不出了。老公在里面。我要想一想。听对，这个结了婚跟没有结婚还是有不一样的。我们毕竟8年了。对啊，对啊，我们才1年多一些。对，我想不出。该说的都说完了，开玩笑，技术支持。其实有很多，我非常感恩有这样子的一个人的存在，而且我觉得我们是就是我在想，我们是朋友的话，会是非常好的朋友，也是因为我们就是愿意去支持对方的这个精神世界，我们可以一起看很多很多电影。一起就是两个人在你的那个搜寻的那个欲望就会很大，更好奇，对不对？对，好奇心，对。就抡起来就会去做一些什么事情。还有就是还有一个很好的好处就是一起去很多家庭聚会。然后我也非常喜欢，我现在很享受这个家庭聚会。以前小的时候喜欢自己去 clubbing 那些就是对现在我就非常享受加入他们的家庭，然后有这样子的一个互动的活动，让我会觉得内心是非常温暖的。老了
呀，回归家庭。呀，我也是一样，因为我的表哥一家在里斯本，跟我就住的4分钟走路距对，离。你们一个星期见4次哈。对，有的时候我就会去吃晚饭，他们来那个我们家玩等等。我的 partner 都能够陪着我的表哥的儿子和女儿一起成长，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对，就像以前小时候住在弄堂里那种感觉一样啊，出门就是亲人。我的第3个最大的好处也很实际，就是经济。其实我想补充一点，你刚才说的，就是Ella 自己是一个音乐家。我来到 Ella 家的时候 ，Ella 正在房间里面练钢琴，传来动听的音乐声音，然后你的 partner 就在房间里面看股票，因为他的专业是跟钢琴这个完全相反，对不对？这样的组合特别有意思。那回到我想说的第3点呢，就是经济上的风险分散。我相信你也有这个有好处哈，就是2个人在一起的话，你毕竟有不同的收入的可能的渠道，并且说像我们刚才所说的，一个人休息一会儿，另外一个人还可以继续保证收入，这都是一种2个人在一起可以实现的一个比较奢侈的事情啊。我一直开玩笑说，最美好的一种组合就是一对伴侣当中，其中一个人是fixed income 固定收益，他的收入就是比较稳定，每个月500块、1000块。另外一个人呢是 equity， 就是 growth equity， 他是成长型的，现在可能没有什么钱，未来也有可能一下子暴富，像创业一样。这样子的伴侣的组合，我觉得是更美好、更经济风险分散。对，因为这是一个本来就是一个现实的事情。我的一个朋友一直跟我说，你倒下有人接着呀。然后就是而且他倒下你接吗？他倒下我没办法，还是得接。我接不动，接不动，对。贫穷的音乐家。如果我们的相机前或者我们的听众当中有不需要一个伴侣去分散经济风险，那其实也是一种很好的特权哈。对这个我们是做梦都想要拥有，但是在目前的很现实的情况下，确实如果有一个人跟你分房租呀，并且2个人可能你这个时间赚的多一些，他那个时间赚的多一些是一件挺好的事情，能够做一个锚一样定住对方，对不对 ？anchor， 对，一个 anchor，对。那说说最大的一个坏处。唉，就一个呀，很多。来一个最大的。最大的就是我觉得，你要去随时去察言观色对方的最近的这个状态，然后是非常的，因为毕竟你们是在一个关系里面嘛，所以你们是一个家庭，又是一个团队，又是一个组合吧，相依为命的感觉。然后所以你对方的这个身体健康、精神健康，你要就我们双方的都是要互相察觉到的。对。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在情感上面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我觉得非常非常同意，因为我写的跟你刚才说的基本上是一件事情，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么多的好处哈，包括这个生活的拓展呀，经济风险的分担呀，包括这个反射我的缺失啊等等，都不是免费的。我经常就有的时候如果闹矛盾的话，我就会想说，哎呀，这些好东西真的不是免费的，代价就是那种情绪上的税，对不对？我说 emotional tolls， 对因为他的情绪包括他的不安全感，反之也一样哈，我们要彼此去共同承担的，对不对？所以如果说我一个人的话，我可能情绪其实我反而会更稳定。对，一个人的时候在情绪上面肯定是因为2个人不管你跟谁在一起，哪怕是朋友在一起合租房子，都会有这样互相的影响。对，情绪我觉得是我们大家绝对不能够忽略的最大的一个因素。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也觉得有点累，就是要照顾对方呀，然后对方的不耐烦那些负面的情绪啊，我也要去化解，帮他化解啊。对，我一开始是学不会的，我一开始会觉得你的坏毛病、坏脾气留给你自己，不要这个 spill over， 不要这个溢出来，蔓延到我这儿来，我自己还有自己的事情要承担等等。现在就觉得可能还是这个关系当中是我要学的一件事情。Luckily 还是有很多书籍是可以帮助到我们的。感觉此处又有广告。我们要做点什么？我觉得再这样下去会那个露宿街头的。我们露宿街头，但是有最好的麦克风，有最好的电影灯，笑死！如果真的露宿街头，说不定我们的 vlog 会火。
啊，对我对肯定会肯定会，然后 Netflix 就来找我们了，对不对？你没看到sorry 又讲远了。那Ella，上一期我们说了自由职业哈，你觉得自由职业对你来说最大的 trade off 是什么？就是你放弃或者损失了一些什么？第一个就是同事，就是有人跟你一起上班下班呢，有人跟你讨论工作，因为我的同事都隔得很远，然后如果就算跟艺术家合作不在同一个国家的话，你演出前见面的那个时候才能见到。还有一个是要用时间去换取金钱，这个我到现在其实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取舍吧。有的时候我会觉得今天的这个状态特别特别好，我想可能把今天这个所有好的状态拿去探索，去做这个采风，然后去找这个灵感。但是呢，因为你要用时间去换取这个金钱，所以你可能又得自己在家里面工作。是，我觉得我的 trade off 可能跟你有些相似，又不完全一样，因为我是从另外一个轨道过来的哈。就是之前那个轨道呢，你赚着每月你基本上花不完的工资，那这样的话，当你的入超过出，你就有一个比较完全的经济安全感。但是呢，现在的我就是觉得没有这种完全的经济安全感。具体表现就是在月初的时候有一些账单要付哈，或者说有任何账单要付，我都不是很开心。就付的时候就觉得肚子有点紧。你要像 Louis Hay 那样给一个文然后对 send it off。钱乃身外之物，我会希望自己能够开始习惯起来，而不会希望说每一个月都要赚超过花啊。我觉得这个是我可能做不到的，所以说这一点上我在慢慢的训练自己。那我转换到自由职业这个轨道之后，放弃了这一部分换来的这个自由，时间上的这种相对自由是非常非常非常值得的啊！我就再也不会想说我要回到原来的状态，甚至我觉得幸福就是这个30几岁的大好的年华啊，每一天都是属于自己的，用经济安全感来换取这样子快乐的日子，高质量的生活，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值得的。Ella，我想问问你，一个人在家的时候有些什么爱做的事情呢？很多，但是呢，我最喜欢干这个事情。祖母椅，对，我的那个祖母椅、外婆椅，然后呢，我就会就在这个找 Natuzzi 去。对，我们对这个沙发是Natuzzi的，我们要把它的名字打上去。不给他免费打。对，没有打多了，他就会那个赞助了。对，多给他，让他一直有印象，一直有。就这两个女的一直没完没了。这两个女的没完没了。是，你表演一下呗。So。然后你都已经抬起来，你还把腿收起来干嘛？没有，我还是会盘腿的，我喜欢。对，我会把iPad 放在这里，听我想做的研究的音乐。我们家音响效果很好，但是我很习惯就是用手机听，然后所以这点让我老公非常的痛苦，他不明白为什么。我会大概发差不多1个小时的呆。不会睡着，然后我就会没有想事情，没有，眼睛就看到一个就放空，完全放空。哇哦，对，然后这一点是让我觉得是我的 luxury， 就是每隔1个晚上我会有这样的一个机会。那表演一下，大家一起放空，接下去1小时。Yeah, that's what I do。我不会想任何事情，然后眼神就很放松，然后就让自己就是完全就 decompress， 然后你想的是可能从一个小的 point 开始，然后无限的想象，然后你的那个想象空间，我不知道在任何一个，我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哎呀，好爽啊！我都不想离开这个空。以后我要多放空，因为有很多人会觉得这个在放空是很内疚的一件事情，浪费时间嘛。对，有一个词叫做羞耻感，你知道吗？就是休息的休啊。哦，对，这些多听听咱们节目。说对，都跟神叨叨的人在一起会好一点的。那你在家里面是喜欢做什么样的这个放空事情吗？我有的时候会躺在自己床上撸猫。其实猫不是我的，我也不是一个猫人，就不是一个 cat person。但是呢，这个撸猫的这个行为，就是让我觉得也会让我心跳慢下来。
也会让我觉得对，因为这个 sensation 很舒服，对对对，虽然有点掉毛哈，但是哎滑溜溜的，有的时候不小心摸到他屁股那里，会摸到一点干掉的那个沙，对。除了在床上躺着撸猫之外呢，我还会躺在沙发上，因为我们的沙发很低哈，乔治我的狗就会跟我一起上沙发，我们两个就 cuddle 在一起，我会跟随他的呼吸的节奏，让我觉得心情很平静。我有朋友他们是自己一个人在家就 self indulge 的那个 moment，就是自己在家裸奔啊，然后开香槟啊，然后泡澡啊，敷面膜呀。昨天因为我的 partner 不在嘛，然后我就带着狗一个人去外面吃了一碗肥肠面。然后又去咖啡店吃了一块甜品和咖啡，随后又去了公园坐了一会儿。真的挺开心的，太羡慕了。如果那个我先生不在的话，我会去逛那个商场，会去给自己那个添置自己需要的东西。怪不得我今天来的时候看到艾拉家添置了3种颜色的眼线笔，蓝色、咖啡色和黑色。OK， 倩，我问你哈，这个问题我很好奇，你喜欢跟我一起工作吗？喜欢啊，绝对喜欢。Really？从来没有思想负担，觉得这是一份工作，这在以往几乎是不可能的吧？对可能跟这个工作的性质也有关系，是我们在一起创造一些什么，并且咱们2个人说实话还是都挺开放式思维的吧？对你有什么提议，我有什么提议，几乎都能够互相放心，都能够互相讨论。对，还有我觉得 Ella 做事情非常认真可靠，而且做这个播客你是用心在做。叮叮叮，我也是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2人做这件事情不会错的。你呢？我觉得你是很认真可靠，我很喜欢跟你工作，对我来说是一个荣幸，因为我从来没有同事嘛，然后有这个 project 我会觉得I have a 你从来没有同事，一上来就是一个这么difficult 的同事，我可是对谁都要求很高很高的对，我看得出来，我知道你有以前的一些残留，对残留的一些 residue 的东西在里面，但是我就觉得跟你工作能学到很多东西，而且你是很善解人意的人，任何人有一些就是自己的事情或者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就是你说没事，然后我们大家都是来，对，就是会平衡，或者是我顶上或者怎么样子，没错，也是很而且我们大家都很好开口，没有任何觉得好像谁负担了谁啊。而且我们的节目也是我唯一自己会去听会去看的这个关于自己的东西，因为我从小到大有任何的采访啊等等，我绝对不会去阅读或者收看，但是只有我们的节目，我觉得真的是很 enjoy 的，会感到放松的，还会跟着在笑。我每次看都是，我每次剪片的时候自己都笑得不行了。我们本来写在列表上的第一个问题，延迟到现在才来问哈，因为比较的大。Ella， 你最大的恐惧是什么？我目前最大的恐惧就是，我要就是要离开家里面，然后要去弹一个音乐会，然后呢又会很害怕，就是之后怎么办？然后之后你就会觉得别人还会不会再找你啊？因为毕竟是自己的事业，会担忧自己的这个事业，对，这个是大的问题哈，担忧自己的这个事业的这个方向。虽然已经担忧了一辈子了，也知道没有 It's going to be okay, it's going to be fine， 但是就还是会担忧。对，小的就是比如说我会担忧一些你可能会觉得很搞笑的，我会担忧偷狗今天是不是拉肚子了呀？然后他晚上会不会把我叫醒啊？就是这种小的这种琐碎的东西，你会觉得更搞笑。就是我会担忧，我们楼下有一个一个 alarm， 它经常在半夜会 set off，因为是那个不是我们这个房子有什么问题，是因为它有的时候系统自己升级就要半夜起来去把这个东西关掉，要不就是房东，要不就是你老公。对，要不就是其他的邻居，然后这个会让我有一个心理的这个阴影。那你呢？我最大的恐惧可能跟我最近的一些生活上的巨大的改变有关哈，因为熟悉我大概故事的朋友知道我是从美国搬到葡萄牙来，并且是离开了工作，离开了当时的男友，放弃了美国未来的生活前景，搬到葡萄牙来，一个只是旅行过7天的国家。所以我的最大的恐惧其实是，我现在虽然很快乐，我对我的选择很有信心，但是
内里还有一些深层的这个担心，就是万一我的这些调整和改变最终还是没有用，我还是回到了非常焦虑的状态，学不会快乐，学不会浪费时间，学不会好好的经营亲密关系等等，会不会遇到这样子的问题，让我怀疑我所做的这些所有的改变？对，这个是我最大的一个恐惧。但是其实它不是每天都来 haunt 我，不会说真的是我天天都在担心这个。我觉得这是一个深层的这个背景噪音。小的话，比如说乔治，我最近也是担心我狗狗的健康啊。之前因为它有了一个这个腿上严重感染的问题，对，我就现在不管它，比如说舌头塌的有点长啊，或者说那个感觉有点累啊，我就很担心，哎，会不会又出问题？对，就是当有些打草惊蛇了。是，当妈的都是这个样子的。是，对，我跟你讲，不会停的，不会变好的。对，到他就是到离世的那一天，你都会一直担忧啊。对，是的。我有时候还担忧努努，就是怕他在天堂过得好不好。但是每次他给我托梦都是非常好的，那很好因为我的梦几乎都是很焦虑的梦。从小到大，包括搬来葡萄牙之后，也没有太大的改变，就是经常是被日本鬼子追啊，或者说什么东西飞机要赶不上了呀。或者说飞机已经赶不上了呀，或者说想做的事情记错日期了呀，等等。我跟我的那个小提琴搭档有一个很逗的梦，我们俩都会，只要我们要合作一个音乐会，在那个之前我们俩会做同样的梦，就是在台上他没带谱子，我没带谱子，然后钢琴突然少了一半的琴键，然后他小提琴突然弓不见了。OK， 我们刚才说完了最大的恐惧，现在说一个稍微小一点的恐惧。你害不害怕变成单身？刚才说完了亲密关系的好处是吧？对，刚才说完了亲密关系最大的好处，我就觉得这些东西如果损失的话，确实会让我感到一种空虚，一种紧张。其实在单身的时候我是非常非常独立的，生活也过得有姿有色的，但是一旦进入这个感情之后，尤其两个人住在一起嘛，你不自觉的就会变得有一些 dependent on each other， 因为你的生活就开始 mesh together， right？ 对，就嵌入到了彼此之中。再要去硬生生的分开，肯定是会有伤害的，肯定会有撕扯的。不可能说瞬间就像打个响指，我一直不会打响指，你就变成了原来独立的快乐的自我，不太可能哈，我觉得。所以害怕一定是害怕的，但是我也知道万一真的要变成单身的话 eventually 最终我会好的。你呢？我跟你其实是差不多的。对，有的时候我又会觉得可能不是状态好的时候，就会觉得可能自己不是很害怕，或者是吵完架的时候就觉得我要分。对，有的时候我跟我先生聊，他就说其实你这此生最爱的是你的钢琴，对，是你的音乐。我也不怪你，这是因为你是应该的呀，这是你本来就是与生俱来的。有的时候他这句话也会提醒我，如果我已经有了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挚爱，我会不会害怕一个人？或者万一有一些什么事情，就是比如说有一些人，我曾经在英国认识一个老太太作家。他的这个先生就是突然有一天就走了。然后这个也是就是天灾人祸，也是非常就是难预料的，对不对？对。包括我的钢琴老师，他的先生是一个诗人，也是突然在才70岁的时候就疾病离开。这个就让就是说，那你在这种情况下该怎么样再继续去生活？因为他们都是年近半百的人了。如果我真的是哪一天是一个人的话，你靠什么就是支撑下去？对，有一些人当然会想不开，但是我觉得精神强大的有这个就是自省能力的人，该用什么方式继续的再把这个剩余的生命把它活得很完整。又说到很 sad 的事情。你的变成单身怎么就是意味着你的老公死了呢？不是，我就在想，就是有这些，对，就有这些可能，因为这是现实的事情对，因为两个人就是你们在就是一起变老啊，然后一起慢慢的这个岁月，其实那个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所以我现在吵架的话就忍一忍，反正时间也很快过去了。一个人的这个精神世界，
真的是要极其丰富，在任何情况下尽可能的去让自己的精神世界充沛，才有这个，我觉得可能才有保证一定的质量吧。因为我们每天都是在 evolve， 我们在不停的在这个更新，然后大家都在改变，这也是非常正确的。我之前有朋友会说，我发觉你变了，然后我以前会觉得这是一个批评我的词，现在我会觉得难道不应该吗？对不对？对，我们应该的去改变。是，我非常同意。那我想观众肯定也会感兴趣，怎样去充沛自己的精神世界呢？你有没有一些小贴士啊？很难。我觉得我的精神世界就是当然除了音乐，这是本来就是有的哈，在那个地方非常感恩。其他的就是你的这个好奇心，follow 你的这个 curiosity， 不是你的 passion， 你的好奇心会帮你打开这扇门、这扇窗，另外一个通道。但是 passion 就是你会觉得我要把它就是把烧得太猛了，对，把它烧尽。所以我觉得好奇心更是一个细水长流的一个方法。那你的钢琴是属于 passion 还是好奇心？我觉得两者都有。对，我觉得非常幸运的两者都有。然后我们的 podcast 我的完全是好奇心。对，这是我没有 passion。其实我觉得学普语，学一种新的语言，因为我们在这样的生活环境当中，我会觉得是我的一个世界充沛的一件补充哈。因为之前在美国14年下来，我的一个很大的感受就是什么事情都变得很简单，很无聊。我就是这个波士顿的像地主婆一样，你知道吗？就是我开车去哪儿我都很熟悉，那个路上有一个大的洞，有一个坑我都知道，所以就真的没有这种新鲜感，也没有更多的摄取营养的机会。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开始 drain 了，我的这个能量开始像电池一样不断的在用完了。但是来了里斯本之后，确实是有不断的新的挑战，去点个菜，或者说去剪个头发，都会有很大的这个有意思的地方。就我就像一个两个触角长出来了，你的心态完全是向上的、向外的，对，绝对不会觉得早上起不来，或者说对任何事情不感兴趣。相反，你会对所有的事情都有一种像小学上学一样的那种感觉。当我小时候的这种学习，就是不用担心其他任何事情，我只需要去学习这样的感受回来的时候，在我30多岁的时候重新出现哈，真的是一种非常非常奇妙的感觉。其实现在我们在一个网络时代是最好开发好奇心的时候，就是我觉得是无限的。但是这个网络不要去看短视频什么的，要去看比如说 master class 或者说长 long format 这种知识型的东西哈，反正与所有短视频那种相反的形式。是。那刚才说完了害不害怕单身，我想问问你害怕死亡吗？一阵一阵的。有的时候我一点都不害怕，我觉得自己就是早就看开了，这个就是看破红尘的那种感觉。然后有的时候又非常的害怕。我是很喜欢长寿的一个人。我觉得我这辈子有很多东西可以去 offer 给这个世界。我有很多的这个好奇心还没有完成，有很多梦想，有很多曲子没有弹，很多书也没有看，电影也是，很多人也没有遇到。走得早的话，我觉得非常可惜。很多地方也没有去。你呢？我不怕我可能更怕别人的离去，但是我自己不怕。曾经害怕，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曾经我的生活方式是一种虚度，就对我来说，我并没有为自己而活过。所以那个时候的我看到，我其实从小对于关于mortality， 就是我们人终将一死这件事情是有非常强大的好奇心的。从22岁就开始看这个关于生命方面的存在主义的书哈。我就觉得那个时候的我，如果被判决一个早亡，我会非常非常的痛苦，因为我觉得我浪费了人生。对，所以也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我现在的这样的选择，因为我觉得我不能再有这样子的恐惧，我不能再有这样子，我要摒除这种恐惧，所以我要从现在开始为自己而活。一旦这样了以后呢，我就觉得没有这个害怕，我已经做到最好。如果你可以跟3个人共进晚餐，随便3个人，请3个这个 dinner guests， right？ 对，会是哪3个？以前有遇到类似的问题，我都觉得我是一个没有偶像的人。真正去期待一场晚餐的话，我就希望跟我身边的爱人和朋友哈。但是如果真的想要给出一个
最近一个灵光一现的答案是，我想要与卡夫卡、佩索阿和村上春树3位作家。2位已经走了哈，我想与他们一起共度晚餐。为什么？因为这3位作家呢，很有一个都是男的呀，对，真的都是男的。但是呢，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除了村上春树以外，另外2位都是小职员，因为他们为了生计需要去做一些自己痛恨的无聊的工作，所以他的精神世界一定是非常分裂的，非常有意思。而村上呢，是在29岁之前，他是做自己个体户的开这个爵士音乐的酒吧，之后呢改行写作，之前也没有写作的经历。他们这样子一些非传统的写作家模式让我感到很好奇。其次呢，我觉得这3个人一定都是很 nerdy 非常呆子的那种书呆子的这种状态，所以要是我们4个人一起吃饭，我肯定会觉得很好玩很尴尬很想看他们那种大文人文豪哈，但是吃饭的时候尴尬到讲不出话这样的状态反正我也是个矮人嘛，我们4个人就埋头吃饭也可以的。你呢？我想跟贝多芬，我的 dinner guest 有贝多芬，有爱因斯坦，然后有 Liz Gilbert，贝多芬就不用介绍了，世界上最伟大的一个作曲家之一，他的贡献是对人类是无限的。我想知道，我想看看跟他讲话，因为他听不见了嘛。我想知道他到底是一个什么状态，我想知道他有多聋，然后我想知道他到底有多生气，因为他一直是在生气。对，爱因斯坦呢，是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有好奇心的人，他又是一个小提琴家，又是一个 physicist，所以我就很想知道他怎么样子能够把这2者放在。我当然知道这2者是到一定层次，其实它是共存。对，它是共存，它是相通的。但是我想知道他是如何把这2个放在一起，而且还可以把他们做得这么好，而且是互相帮助。Liz Gilbert 呢，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作家，我希望我们有一天可以 interview 他。对，这是我许的愿。他是写 Eat Pray Love 那个吗？Exactly，对。但我觉得他是一个超级有灵魂、超级勇敢、超级就是活着的一个人。然后他是不是有一段比较有意思的婚姻啊？在这个写了《Eat Pray Love》之后，他很多段有意思的婚姻，对，他有很多段，他包括就是发现他的一个好朋友得了癌症，他突然觉得他其实是爱他的这个好朋友的，然后他就当时跟他的 turn lesbian right， 对，他就当时跟他的那个当时的丈夫说，对不起，我其实对这个我们的这个共同朋友是就是这个爱情是多过我们想象当中的，所以我现在要离开你去照顾他，我也不想辜负你，我不想就是伤害你，所以我要先告诉你这件事情。我非常喜欢听他的声音，我非常喜欢看他写的所有的东西。你不会觉得他可能也许是为了开个玩笑说为了能多写几本惊世骇俗的书而走火入魔吗？就是好像有一种刻意要去体会一些常人不会去做的事情。这个有人问过他，但是他自己都不知道。他说这个很多问题是他自己无法去无法去解释，因为他自己也承认。他说，当你就是做这个写作，做了这么多年，做了一辈子，你是在某种情况下是非常那个 self-centered 的。对，他真的是一个全职的 liver，right？ Yeah， 真正去愿意踏入所有生活可能会给他的一些体验，对，和情感经历，确实是可谓勇敢，也可谓疯狂。对。你最期待去旅游的3个地方是什么？我想的可能都是相对来说比较现实的哈。一个是我9月份还没有定具体日期，但是会希望带着我的 partner 一起去中国旅游1个月。之前也说过，中国走的还太少了。希望可以去成都、去泉州上海当然也会待然后广东可以去吃一些都好吃的。还有什么推荐的呀？可以这个给我留言。西安我也想去。他不是要去住窑洞吗？他要住窑洞，没错。分开旅行。对，中国一定是非常非常的期待的，是第一次带着 partner， 第一次带着男朋友去中国旅行。对。
另外呢，就是日本，你知道日元又创新低了吗？就日元一直在贬值，所以日本旅行呢已经变成了一件越来越合算的事情了。第3个很想去的地方是伊朗，我们之前也说过。我知道伊朗也是你的答案之一，对不对？对，那也许我们可以一起去啊。那你呢？你除了伊朗之外还有哪些地方？除了伊朗，我最近特别想去南极。因为我有一个女朋友最近刚去了南极，然后她上个星期给我看了她拍的照片，我就觉得心动了。他们看到各种各样的蓝鲸，哇哦，就是 blue whale，my god， 就是 majestic。然后各种各样的企鹅、帝企鹅，好可爱啊。另外还有一个地方我就很想去的是纳米比亚。因为我听说我没有去过非洲，我梦想的是那个开着那个敞篷的那种4驱车，然后自己去逛那个野生动物园这些。野生动物园 no 梦想是这样，实际是一脸的灰。而且肯定不是自己开，得要司机开。我有好朋友去过，就是花了大概2万美金吧。One day。One day podcast 靠你了哈，不上班。OK， 那我们接下去还互相准备了2个单项的问题哈，就是你问我，我问你，无答案的这个是。OK， 我先问你，我很想知道，我很好奇，就是倩，你跟搞艺术的人做朋友和谈恋爱，你是什么感觉？烦不烦？因为 Ella 和我的 partner 都是搞艺术的哈，一辈子搞艺术的。对，这也是我第一次约会艺术家，也是我第一次跟艺术工作者合作啊，确实是展现了我一种新的生活的状态吧，就觉得该是时候 branch out 去找到不一样的玩伴。但是我觉得这不是一个阶段，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我未来了啊。Really？ 因为我很喜欢被你们身上这种freedom searching 这种自由的向往的这个精神所吸引因为我的内心也有这样的渴望，并且小时候都是被压制了这样的渴望，所以现在呢就会觉得这样子的生活状态和人生的态度非常的吸引我，自己也希望能够成为一个充满自由精神的人，可以像刚才所说的，可以为了达到这个目的trade off 换掉一些，牺牲掉一些经济上的安全感因为我觉得像你们这样的人都非常的勇敢，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棒的状态。今天我还跟另外一个跟我背景非常相似的女孩子聊天，她还没有走出来她非常的痛苦，裸辞之后又回到了原来的岗位，但是现在又感觉转了一圈回到了原点，只不过裸辞这个武器已经用过一次了。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希望他也能够找到一些身边的人热爱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并且觉得自己现在做的事情可以做一辈子，这样子的人是有感染力的，这样子的人是可以给我们以灵感的。所以我觉得跟搞艺术的朋友做朋友和爱人是非常非常幸福的，对我来说是一个打开我世界的这样的一个感受。当然有的时候刚才也提到了哈，就看到那些没有计划的漫无目的的一些对话呀、开会呀、开车呀、行走呀，我有的时候会觉得是浪费时间，抓狂，有一点。这里插播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就是 Ella 和我刚刚认识的时候，因为你知道我小红书大概的故事和人设是什么样的，Ella 非常真诚的，用无辜的双眼看着我，问了我一个问题：倩，你说的这种上班的这种焦虑是什么样子的？然后你就觉得很搞笑哈，我觉得很好笑，我完全理解你的真诚，但是同时又觉得很欠揍。那我想问你了，你对这些选择上班或者说没办法，就是人生看到的这个大部分的人看到人生的走向就是要去上班的，至少要上一段时间。你对这样的这个大众群体是怎样的一种感受和想法？我以前曾经是那种苦海无边回头是岸的那种想法就很想让很多人把他们拉回来，对，就是让大家就是觉得上你的贼船，对，上我的贼船，对，然后千万不要再下了。对，我觉得我这边那个草更绿一点点。对，但现在呢，我就会觉得其实也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这个生活选择方式，因为不一定这个自由职业是适合每一个人的。对，所以有的时候万一你把别人拉过来了，别人吃不起饭了，那你怎么办呢？对，自由职业不一定要充满100%，对不对？是的，它可以是你的一部分，一小部分。
是的，是的，我经常问我上班的朋友们，就是他们经常会说今天被同事气死了，被这个上班的这个制度这个 policy 给气到了，然后我就很想知道他们这个气是什么感觉，我想让他们形容，但是大家真的会上心上脑的，是一种有毒的。我当时最毒的时候啊，就觉得每天早上上班去接受几个小时的毒气，然后我就期待着6点钟去上瑜伽课。把这个通过热瑜伽把这个毒全部给释放掉，就是这样的感受，很痛苦。对，包括我们在那个我们的这个群里面，就是不上班的这个小群里面，好像有一个人跟我们分享过，一个朋友说他甚至好像要叫救护车，就是就上班上到昏厥。对，然后他现在已经不上班好久了，但是他每天还是做噩梦。就是梦到就是还在上班，PTSD 应激的这个综合反应，对，太可怕了。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有比较好的班上。我一直说这个 ROI Return on Investment， 你的工作的性价比要高其实工作也有很多的好处，稳定性我们上次也讲过哈。但是希望大家能够找到一个比较合算的这样子的交易买卖。是。我现在还有一个问题，That's my last question for you 我一直很好奇你对 AI 的看法是什么？其实我现在生活当中会用到 AI，ChatGPT 啊，包括上次我下载了一个软件用来生成 AI 的图片，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而且我也是一个对于很多新的事物是非常非常拥抱式的，我是完全接受，因为我觉得它就是未来。但是呢，对于我的这个领域，目前 AI 还没有一个很好的应用。比如说我现在做的写作呀，个人的这个生活的记录啊等等，包括我帮助申请商学院的同学去开拓自己的故事啊等等，这样子的事情，好像 AI 还离得比较的远。可能暂时没有办法 disrupt 我所做的事情，没有办法代替我，但同时也没有办法给我很大的帮助，这是我目前的想法。但我觉得它一定会是未来。之前我有约会过一个对象，是一个放射科医师，就是他经常去读片子呀，去看这个 MRI 的片子、影像等等。我就觉得他的工作可能是第一个被淘汰的之一，或者说被重要性被取代的。还有包括律师呢，可能短时间内不会被取代，因为它是一个需要承担责任的这样一个行业。对，而且也是有情感。有吗？有一定的，有一些好的，你遇到好的还是有的。我说的其实都是这个 corporate lawyers 他其实跟这个我们印象当中的上法庭啊，去做辩护呀，去做公诉啊等等，其实离得还是比较远的，是非诉律师。这样的律师他的工作其实还是比较容易被 automate， 被这个AI 代替，但是因为是一个有责任、有 obligation、有这个万一出了问题需要有人承担的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说不定还会安全一段时间呢。那我问你Ella最后一个问题哈，It's fair to say 你选择了一条永远不会赚大钱的路，就绝大部分的人除了王羽佳和郎朗之类一流，你选择了一条不会赚到大钱的路。所以你的很长一段时间的这个 outlook 就是需要用时间去换取你的工资。你会不会羡慕那些完全财富自由的人？肯定就是会有这个羡慕的成分在里面。就是有的时候，特别是你在 social media 上面看到你认识的一些人已经非常财富自由了，然后会觉得有一定的这个觉得自己有点黯然吧那种感觉。然后但是你想一想，又是因为每个人的这个路都是不一样的，但你问我，如果我现在自问我自己快不快乐，自己的这个工作的话，那是100%快乐的。虽然我也会抱怨我的这个就是工作的家长对不要对号入座。对，当然不只是教学生，还有就是合作对象我们不合作，暂时不合作也是那个这个姚锦腾他也在看谁都知道你的气性超好简直是做我这一行的真的是
找这个合作对象真的就像找对象一样，对，非常艰难。然后所以有的时候会有不开心的时候，但是就是不能跟这个朝九晚五的人比的。对，我们的不开心就可能真的是这么一点点，就是不能够去相提并论的，应该是凡尔赛了。对，这个绝对凡尔赛。如果说你现在完全财富自由了，你的生活会有怎样的变化？你会教几个学生？我会教5到6个，现在呢？应该是15、16个可能。哇，OK，阶段性的就是，但是我确实有的时候会羡慕，有的时候真的就是看你在什么状态之下。但我尽量，我不会去嫉妒人，这一点我觉得我也是不是啊？对我来说，我不知道那个嫉妒是一种很有毒的心态。我觉得那个感觉是什么感觉，我不知道，我从来没有过这个心态。因为我遇到过一个女孩子，她嫉妒我的生活，后来她就跟我绝交了。哇，就是因为就是他不能看到我的这个生活，然后我就会觉得，首先我生活没有任何可以拿出去炫耀的这个成分在里面，而且这一切都是我自己创造的，然后就是然后这样子你可以释怀。对，我也觉得没有任何的可以羡慕的对象，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最适合的方式和选择。对，但是我会对于那些很勇敢的很自在的人会被他们感染到，是一种完全正向的吸引，是它会给我勇气和灵感吧。但是即使如此，也不会有任何嫉妒的成分。这一点就让我觉得，我应该是走上正确的道路了。那肯定的。对，我小时候是非常容易嫉妒的。其实我不知道你有看到我最近的书稿没有？第3章里面就有写到我的小时候的一些 anger issue。其实我小时候是一个非常非常 bitter 的人，也可能是当时的这种自己个性的 repression 这种压制所造成的结果现在回想看看，真的也是我成长的一部分吧。很希望大家可以能够看到我最终出版的画成这个纸上文字的这样一些自白。我看到就是我有非常富有的朋友，他们早就可能10年前就财富自由，甚至20年前哈，但是我觉得他们的这个家庭也是非常复杂的家庭关系，然后想到这一点的话，我又觉得还是自己挺好的，钱少一些，问题少一些。对，无忧无虑，然后无儿无女。像以前那个国内那个节目老娘就经常就是讲家庭之间的一些矛盾，你知道吗？全是关于钱和房子，房子就是钱嘛，所以钱多了可能会有一些这个顾虑，就是你周围吸引来的人可能是有不良的这个企图。对，就是 everybody want a piece of you。对，之前不是 Tony Hsieh 就是 Zappos 那个网站的创始人，就是因为他自己发了成功了，导致他吸引来了很多Yay sayer， 你知道吗？就是所有人都是会去奉承他，这些人不是真正的朋友，所以他最后是在浴缸当中，在一个这个 hot tub 里面溺亡的还是怎样？对，所以非常非常的可怖40几岁所以其实赚了钱有的时候不是一个很好的事情，是应该说你要去做的一些防御性的这个 preventative 的事情会更多。今天聊得非常的畅快，今天聊到畅快到我的普通话都已经不标准了，主要是这个灯很晃。对，我要看什么东西都有很多点。对，因为老师说我们的灯光就是有问题，然后干脆我们就那个外面其实是亮的，但是制造出黑夜的场景哈。对，以后可能都会是这样录了。因为我们稳定下来了，基本上找到了合适的场地和光线，包括这个新的麦克，我希望声音全都录进去了。对，希望大家那个给我们留点余地，因为我们最近遇到了很多这个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声音的问题。对，我们会慢慢的提高，给我们也等我们一下，不要那个我们一步一步来。对，因为大家看到我们的这个一集的时候，其实已经是1个月之前录的了对，所以其实有这样一个延迟的情况存在。但是非常畅快的与大家又进行了一次语音聊天，就好像是跨越时空那种感觉哈。对，就不想停。现在说的话，可能1个月之后我们会听到，我们的朋友会听到，观众会听到，对，挺神奇的。OK， 遛狗去。吃水煮鱼。先吃水煮鱼。好，感谢大家，希望大家都有畅快幸福的生活，钱不多不少，正正好好。拜拜。